看到王奶爸贴心将食物喂到小奇迹嘴边，才明白国内从不缺好的饲养员。旅美归国的小奇迹正式开启外场生活后，彻底放飞自我，经常在院子里撒欢翻滚，总是累到气喘吁吁，连饭都没力气吃。王奶爸担心小家伙饿坏了，只好将食物插在杆子上递到他嘴边，试图用美味香香的竹笋唤醒小奇迹。体会到奶爸良苦用心的他拿过食物，开心的大快朵颐，还时不时看向外面的粉丝们，像是在说羡慕我吧，我有奶爸宠。果然，中国的国宝还是在自己家幸福。王奶爸不仅在喂小奇迹时花费心思，就连饭前准备也做得十分充足。因为不想让仔仔啃竹子费力，于是他每天都会亲手劈开竹子，弄成方便啃食的一小节，才交给小家伙。他总是默默陪伴在小奇迹左右。当仔仔在外场表演吃播时，王奶爸还掏出手机记录下精彩瞬间。或许是感受到对方的爱意，小奇迹也会和奶爸深情对望。事实上，早在小奇迹的隔离期间，就是王奶爸一直在贴心守护，他经常隔着栏杆亲手投喂。仔仔看到新奶爸，非但不会害怕，还能允许对方摸一下自己的鼻子。即便如今美香天天都去了都江堰基地，但好在小奇迹有真心爱他的王奶爸陪伴。而美香天天看到宝贝儿子如此幸福快乐，想必也会倍感欣慰。王奶爸照顾大熊猫的经验相当丰富，即便是遇到突发状况也能及时应对。当熊猫幼崽纷纷打架时，他不顾危险也要出手阻拦，没一会就能顺利平息战火。当初大熊猫绣球生产时，也是王奶爸全程陪护。由于首次生娃，绣球有些手足无措，总是手脚并用的抱着孩子。母性极强的她生怕幼崽遇到危险，一有风吹草动就警惕地蜷缩在角落。王奶爸看到后心疼不已，便特意采来新鲜的竹叶递给绣球，可对方还是没有心情吃饭。心疼的奶爸又给他端来水补充水分。看到绣球终于肯喝水，王奶爸还宠溺地摸一下对方的脑袋。这样的细心是日复一日。王奶爸每天都为绣球准备好竹叶和亲手劈开的新鲜竹子，无时无刻都在门口留意着他的情况。在王奶爸的认真照顾之下，绣球的状态也在逐渐恢复，完全没有当初的食欲不振。可见王奶爸是真的将熊猫当成孩子般疼爱，相信小奇迹在他的照顾下也会非常幸福。直到听见江爷爷说福宝回国前1个月不再展出，才发现爷孙俩陪伴彼此的时光真的不多了。 후바오가 가게 되는 마지막 한 달은 여러분들과 만날 수 없다는 점을 미리 인지하시면 좋을 것 같습니다. 为了让福宝提前适应家乡的语言环境，江爷爷最近一直在用中文喊孙女下班。虽然发音不够标准，但却包含着他对宝贝孙女的浓浓爱意。尽管福猪猪不太能听懂中文，可听到是爷爷熟悉的声音后，立马回应对方，还起身打了个哈欠，仿佛在告诉江爷爷自己还没睡醒。但最后懂事的他还是乖乖的回到内舍，看到江爷爷陪伴福宝的一幕幕，过去的记忆交织在眼前。江爷爷一直都将福宝视作珍贵的宝物，明知终于一天会分离，但他依旧愿意花费大把时间宠爱着孙女。因为福宝身边没有同龄小熊，江爷爷就会陪他一起玩。他会把孙女抱在怀里喂她吃胡萝卜，也会做鬼脸吓唬着对方，拿起小熊爪向游客打招呼也是常态。福猪猪学会爬树还是他教会的，因为担心孙女小时候爬树会摔倒，江爷爷就在一旁用手轻轻扶着。要知道福宝小时候处于疫情期间，江爷爷害怕小家伙因为没名气被遗忘，于是尽力给福猪猪最大的曝光度，经常拍摄宝贝孙女的视频发布到网络上。正因为他的用心良苦，才让福宝成为了熊猫圈的顶流小熊。可见江爷爷对福宝的爱早已超出饲养员的本职工作。当初福宝独立前的那个晚上，江爷爷明白自己要和孙女渐渐远离，于是特意来到内舍告别。他用温柔宠溺的目光注视着宝贝孙女，还忍不住动手摸摸脑瓜，但眼里却不知觉地泛起来泪花。懂事的福宝感知到爱意后，也会伸出熊掌搭在江爷爷肩膀上，用自己的方式安慰着对方。仅仅是孙女独立，他就如此不舍，不敢想象爷孙分离时会不会哭成泪人。但江爷爷也明白，回国是对福宝最好的安排，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尽自己最大可能带给福宝快乐的时光。而在最新的采访中，江爷爷也透露了福宝的回国安排。 검역은 한 달 동안 푸바오가 내실에서 할부지랑 생활을 하면서 要知道福宝已经确认在第1季度回国，最快2月，最晚也就是3月，想必提前1个月的隔离期也会很快到来。虽然我们看不到福宝的身影，但是对福宝和江爷爷来说却是好消息，希望他们能在最后的1个月度过一段独属于爷孙俩的幸福美好时光。这份记忆会成为江爷爷的念想，回国后福宝也不会忘记最爱的爷爷。小熊金萌兰究竟有多聪明？ 翻墙越狱不成，改挖地道去找妹妹。只见萌萌正蹲在墙边埋头苦干，目的就是越狱成功去隔壁串门。看来隔着铁丝网和妹妹唠嗑，已经满足不了这小子的八卦之魂。可以说，自打翻墙失败那日起，他就在出逃的路上一直没有停息过。如今又踏上了挖地道的不归路。可令萌萌百思不得其解的是，明明前一天快要竣工，第2天地道却被奶爸夷为平地。虽然越狱计划再次以失败告终，但萌兰的聪明劲还是值得嘉奖。然而这小子不仅能上天遁地，他的反应力也是一流的。这天。
梦儿正大口吃着竹笋，不知听到什么异响，受到惊吓的他第一时间反应过来，逃跑的同时还不忘叼着没吃完的竹笋。蒙兰还将自己的才智发挥在整活上，每天便招法研究新的耍宝方式，一字马和金鸡独立早已成为过去式。这小子最近还学会了借用道具。只见门儿叼着大黄袋子爬上木架，刚来到目的地就一头栽到树杈，倒立的同时还不忘嘴里叼着袋子晃动，玩到尽兴之时一刻也停不下来。不过这个行为却让网友担心起来，莫不是蒙兰打包行李跑路的前兆？门儿虽然为哄粉丝开心经常整活，但两脚兽面前他还是个臭屁小熊。要知道奶爸前几天拿来的爱马仕包包，即便用来装竹笋，他也对此爱不释手。走在时尚的前沿的蒙兰，动不动就将小包拎出来向姨们炫耀，就连找笋时的动作也极为熟练，像极了女生翻找化妆品，因此被粉丝们亲切地称呼为老嫂子。然而蒙兰的外号可不仅如此，姨们有时还当着正主的面称呼。梦儿听到不礼貌的称呼后，气得他直接对着两脚兽翻了个白眼，还用蔑视的小眼神警告，像是在说你再喊一句试试。这小子智商如此超群，很难不让人怀疑他熊皮大衣下藏着人。毕竟蒙兰背后还真的有一条拉链。不过他作为熊猫圈的博士生，打小就凭借聪明机智而闻名。蒙兰小时候有着安全意识，只要看到奶妈离开时忘记关门，这小子就会主动上前关上，生怕自己半夜被小熊偷袭。梦儿还是奶爸的得力小干将，当其他小熊不愿下树回家时，他就会第一个挺身而出，软硬兼施才将小伙伴弄下树。庆大和庆小正因臣服于他的智商，才会心甘情愿成为蒙兰的马仔。梦儿的智商绝对能以一敌百，若放在古代绝对是妥妥的谋士。